10年前，女同学答应小伙子一件事，说是如果10年之后我还没嫁出去的话，就嫁给你得了。现在只差3天就满10年了，小伙子非常高兴，因为这位女同学前几天刚刚第18次失恋。小荣，你一定还没吃晚饭呢吧？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。我不想吃，你别来了。电话另一端的潘小荣语气很冷淡，透着有些不耐烦。小伙田大全一点也不生气，他很理解潘小荣，毕竟刚刚失恋，我得给他一些时间来调整心情。哼，嘴上说不想吃，估计你早都饿得够呛了。想到这儿，田大全拎着买好的饭菜上了最近新买的二手车。说是二手车，其实这辆车也不知道是倒了几手了，反正能开就行。砰砰砰，小荣，我到了。你最爱吃的红烧牛肉盖饭，还有酸辣汤，我都说了不想吃了，你怎么这么烦人啊？我已经睡觉了，你快走吧。田大全站在门口犹豫了片刻。小荣，你要是现在不想开门，我就把饭放在门口，我可走了啊。你一会儿记着把饭拿进去，趁热吃，凉了会吃坏肚子的。有事打电话，我随叫随到。知道了，你走吧。10年了就会这一句。第二天，距离10年的期限只剩2天了。田大全比昨天更高兴了。下班之后，他到餐厅再一次买好了潘小荣爱吃的饭菜。这回他没有提前打电话，直接来到潘小荣的出租屋门前，抬手敲门。砰砰砰，没有动静。砰砰砰，屋里还是没人应声。不对呀。这个时间，小荣他应该在家玩游戏呢呀，大概是玩得太入迷了，没有听到。砰砰砰，田大全再一次加重了拍门的力量。奇了怪了，屋里还是声息皆无。这时候田大全才无意间低头一看，哎呀，昨天送来的饭菜还在地上搁着呢，放下的时候什么样，现在还是什么样。糟糕，不好，难道小荣他一个人在家出了什么意外？一瞬间，田大全脑海里闪现出一连串的画面，有潘小荣不小心触电的样子，有在浴室里摔倒的镜头，甚至还有潘小荣因为失恋想不开跳楼的情景。不能迟疑了，田大全抬腿就要把门踹开。且慢，万一小荣只是睡着了呢？我这样做岂不是太鲁莽了？对，还是先发个信息问他一下吧。于是掏出手机给潘小荣发了一条信息，站在那儿等了有10来分钟，潘小荣并没有回消息。田大全一咬牙一跺脚，心想，小荣你可别怪我吵醒你啊，我这是关心你，担心你的安危。想到这儿，他才打通了潘小荣的手机。随着手机听筒里的嘟声，潘小荣的手机音乐也在屋内响了起来，可一直响到最后自动断掉，屋里还是没有人说话。这田大全可真急了，额头上渗出了豆粒儿大的汗珠。不用问，小荣他必定是出了危险。好在这出租屋的门是木头的，只有这么一道暗锁。田大全后退了几步，然后用尽全力向前猛冲，用右侧的肩膀和胳膊同时撞向木门。随着砰咣当巨大的撞击声，潘小荣出租屋的木门被暴力撞开。田大全抬眼一看，他可就傻了眼了，怎么也没想到屋里的潘小荣不但没有出危险，相反是完全绽放出年轻生命的青春光彩。与他一同映入田大全眼帘的还有一个身材健硕肌肉发达的帅小伙。屋里2个人也是被吓了一大跳，3个人同时呆住，愣了足有5秒钟。还是这位帅哥第一个反应过来了，他下了地，穿好鞋，边套上自己的外套，边扒拉开挡住门口的田大全，扬长而去。紧接着是潘小荣也穿上鞋跑过来，照着田大全的脸啪的扇了一巴掌，然后冲出门外去追那个帅哥。田大全摸了摸自己被打肿的左脸，终于反应过来了，他也转身出屋去追潘小荣。
潘小荣跑下楼的时候，帅哥已经上了自己的豪车，就要启动开走了。潘小荣非常着急，不凡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他就是个舔狗，甩都甩不掉，你要相信我啊！边喊边紧跑慢跑，要追上去拦住帅哥的车。因为太着急了，脚下一滑，啪！潘小荣摔了个狗啃泥，当时2颗门牙就掉了。而那帅哥并没有停下来，他仍然是流畅地启动了豪车，一溜烟儿绝尘而去。田大全把潘小荣抱起来送去了医院。潘小荣恨透了田大全了，滚！你害死我了你！怎么说话这个味儿呢？门牙没了吗？漏风。田大全哪肯滚啊，他得留在医院陪护潘小荣。虽然潘小荣这样骂他，他非但不生气，心里还挺高兴。怎么，潘小荣这不又失恋了吗？而且明天就到了整10年的期限了，我可以做小荣的男朋友了。在医院止住血之后，观察了几个小时，一看没什么其他问题，医生就让潘小荣出院回家了。接下来一段时间就是做种植牙。田大全自然是忙前忙后，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潘小荣。这一天，田大全买了一束玫瑰花，裤口袋里装好已经跟了他10年的求婚戒指，来到潘小荣的家门前，砰砰砰敲门。他要进去就跪下求婚。田大全，我的牙已经好了，你以后不用再来了，快回去吧。屋里传来潘小荣清脆而坚定的话语，一点拖泥带水的感觉都没有。小荣，别这样，好歹让我先进来，我有重要的话要说。我看不用了，你说什么我都知道，不就是想让我做你女朋友吗？不可能的，别再想那么多了。我跟不凡已经和好了，他家是做房地产生意的，你有什么？你就是个穷打工的，还是赶快走吧。潘小荣话音刚落，屋里紧接着传出来一声男人的咳嗽，正是那个叫不凡的帅哥的声音。这咳嗽声虽然不大，但在田大全听来就好像大晴天响了一声劈雷，瞬间把他劈成了焦炭，不会动了。冷磕磕站在原地足有5分钟，这才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离开了潘小荣的住处。田大全终于醒悟了，看来没有钱真诚一文不值，没有钱真爱就是垃圾。潘小荣，我一定要忘记你，绝不再见你了。时间一晃过去了1个多月，田大全的心情平复了许多，精神状态也有所好转。这一天忽然手机铃声响起，竟然是潘小荣打来电话。田大全毫不迟疑接听电话。喂，小荣，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呀？遇到什么事情了吗？大全，吴不凡他真不是个人，我俩吵架了，他把我扔在半路上，自己开车走了。我在市区北边的高速路口这儿呢，你快来接我吧。电话另一端的潘小荣说着话哭了起来。田大全哪能听得了潘小荣的哭声，他毫不犹豫开着自己的破车就赶到了高速路口。街上梨花带雨的潘小荣驾车往回返，潘小荣坐在副驾位置上，扭身探头在田大全的脸上亲了一口。这可是10年来头一次啊！田大全精神倍增，脚下油门一踩，破旧的2手车载着2个人就奔向市区。半路上，潘小荣的手机忽然响了，是富二代吴不凡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刚才在气头上，不该将潘小荣一个人扔到路边。郑重道歉之后，小荣，你在原地等着，我马上回来接你。说完，吴不凡就挂断了电话。潘小荣带着泪痕的脸蛋上瞬间又布满了笑容。大全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你得赶快把我送回高速路口。田大全心里生再大的气，他对潘小荣也还是言听计从，这是10年时间形成的习惯，甚至可以说是本能反应吧。田大全的2手车与吴不凡的豪车几乎是同时到了高速路口。下了车，潘小荣就想着向吴不凡解释一下，他为什么会在田大全的车里。可还没等他开口呢，
田大权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举动，他抬腿一脚，狠狠地踢在了吴不凡的小肚子上。这一脚用的力气太大了，田大权10年的失望与怨气都集中到了这一脚上。咕咚一声，吴不凡一屁股就坐在了硬邦邦的水泥路面上。只这一脚，吴不凡受伤过重，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。田大权犯故意伤害罪进了监狱，潘小荣前去探监。大权，我想明白了，其他一切都是假的，你的真情才是最可贵的。我会等着你出狱的那一天，到时候咱俩就在一起。好吧，那你就等着吧。嘴上这么说着，田大权心中暗想，呵呵，你等与不等我不敢说，反正我出狱之后啊，绝对不会再要你了。